你这个不知羞耻的女人，我要好好教训你！不要！我要教训你！我要教训你！可以了，停！哎呀！男人你也摸，死变态！哇，太离谱了！大家看到以上的影片，加上本案的关键证物，案发现场的监控片段，清楚看到周耀泰在任何女子赤裸身体的情况之下，不管是在什么环境或者公开的场合，他都有当场泄欲的冲动以及意图非礼对方的行为。反对辩方凭这段与本案无关的影片作出推测。反对无效。这段影片与本案有关联性的参考，辩方可以继续。上一庭控辩双方争论，周耀泰在我当事人表演形体艺术的时候，对着我当事人抓大腿内侧，还跟他说：“你卖弄色情犯贱，就让我来教训你。”继而冲到他的面前，到底是什么意思？周耀泰抓大腿内侧是对我当事人起了色心的泄欲行为，所谓教训对方，就是满口道德，实际对我当事人做出侵犯行为。王冠点头，画押低着头。凭这段影片，我们可以想象到，我当事人魏宇珍当时是面对着同样的羞辱还有恐惧。周耀泰对着我当事人抓大腿内侧泄欲，我当事人感觉到恐惧，于是就在周耀泰骂完他，冲到他面前，伸出双手的时候，一脚踢向周耀泰的下体。我当事人完全是在避无可避的情况下，为了保护自己才迫于无奈这么做，所以这一题完全出于自卫。反对，这只是辩方的关联推论，并不是实证。本席清楚，这段影片不是本案的直接证据，但对本案有多少参考价值，应该由裁判官决定，是吗？是。请问法官阁下记不记得案例 R vs Dana？ 是一宗使用合理武力自卫的案例。判词说，法律从来没规定一个人需要等待别人攻击才还击自卫。当别人攻击他的时候，他有权先发制人，只要是在合理还有必要的情况之下自卫。所以我当事人踢伤周耀泰是合情合理的自卫。本案的关键证物，那段在案发现场所拍的监控片段，很容易让人觉得单凭肉眼所见就可以判断事物的本质。就像有些人在酒吧看见美女，就觉得人家是公关是空姐，这种单凭表面印象，没经过深入了解就去标签一个人或者一件事，其实是偏见。被告如果因为这种偏见而被冤枉，就更无辜。可想而知，偏见是一种非常危险的判断方法。本席参考过所有直接与间接的证物之后，认为被告人魏宇珍的证供诚实可靠。而自称受害人的周耀泰，他在案发时的言行举止，无论是对被告的行为艺术，或是被告本人，都极不尊重，同时对被告的安全构成威胁。事后还恶人先告状，导致被告的声誉受损。就这一点，本席认为周耀泰你必须向被告道歉。而控方可以就周耀泰在另一件事对另一名女子进行袭胸非礼一事，可以考虑对周耀泰做出相关的刑事检控。因此，本席裁定被告魏宇珍袭击致造成身体伤害罪名不成立，当庭释放。